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么多的老鼠，没有错，我这一次使用的依旧是鼠人。那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我方的阵容啊。鼠人就是东西很多啊。那这次我方前面依旧是使用了这种长矛兵。比较低阶的炮灰，其实也没有到很低阶啦，至少它比奴隶鼠贵一点。那这边中间第二排是这个三忍队，它有着反大能力，而且它带有潜行，然后还有这个破甲伤害，其实也不差。然后这边也看到一下，它这边护甲强度会减少50%。它斩杀大型单位的时候能力很强悍哦，不要小看它。那这边后面还有放风暴害鼠长戟版本，是鼠人最精英、最昂贵的步兵种类之一。那正中间还有一队风暴害鼠普通的剑盾版本，它用来在步兵群里面交战也是蛮有实力的。看一下，他这边是带着90的护甲，以鼠人来讲，90护甲已经算非常高昂的。然后这边看一下领主，带的是灰先知瘟疫系的。我们这边先暂停一下，因为大部队开始移动了。带的是这个污秽庇佑，主要就是让我方单位的武器附上中毒效果，那就是。这样子减少伤害或者是减少速度，以这两个能力为主。那还有这边它可以召唤老鼠，一个是召唤普通的斯卡文氏族战属，更正，召唤一队氏族战属。另外一个虽然说只能使用2次，但是它召唤的是风暴害鼠，非常强悍的单位。不过消耗20点魔力。有一点多，20的魔法之风我觉得算非常多了。那后面这边就2队的机枪鼠，一队是精英版本，然后一队普通的版本。最后这边还有分2队次元闪电炮，次元闪电炮真的打什么都很好用。其实主要是它发射出去的炮弹速度很快，很难回避啊。然后加上它。又有反大能力，针对大型单位有额外加成。然后我这边看一下，这一次的对手依旧是高精灵，不过我这一次稍微换了一下方法，就是采用3凤凰的策略。不过很显然操作不过来，3只凤凰，2只双星，1只傲幻凤凰。领主我们最后介绍。那我们这边。正面摆了4队的长矛兵，最基础的长矛兵用来算是扛线。不过对鼠人来讲的话，其实长矛兵也是算是有斩杀能力的。平常来讲说是抗线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他算是有斩杀能力。然后这边一队龙骑王子，强大的骑兵单位，基本上依照他的面板数，只要在鼠人里面来回冲撞或是走来走去都不是问题，只要能好好使用的话，一队也是可以创造出奇迹的。然后3队的弓箭手，远程的输出单位可以把对方给射到烂掉。然后最后就是鹰爪弩炮，一定还是要带这种炮兵单位，不要让对方在远程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吃我们的豆腐啊！一定要在远程至少要还以颜色。然后我们最后来介绍一下领主，我们这边是特克利斯，然后带来是自焰召集，然后还有这个流火披风、群鸦刃焰、再生术，主要就是要补血有补血，要伤害型的法术也有，或者是强化型的法术也是有。这样子，那我们开始进入决斗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算是在拉阵型，
因为我们所在的点位刚好算是一个斜对角，那我们的阵型要一个转换，最好就是让我们正面这边受敌会比较好，不要让别人可以从旁边打过来，尽可能的不要让别人这样子从旁边切入，这样子很危险。那我们这边现在是在转换阵型当中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断的在攻击那个凤凰哦，因为其实是单体巨兽又是飞在空中的，这种很容易被揍啊，这种一定常常被打，这个没有办法。然后现在他们要做一个绕开的动作，那我们这边也是要开始先拉出来，要巩固这边的防守，不要让这个可以冲过来。不过他回头一个撞击，我们看一下，撞下去就差不多要残废了，然后再稍稍交战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士气就会直接崩盘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凤凰直接跳下来哦，直接撞到风暴骇鼠面前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血量，一半不见哦。不过风暴骇鼠，更正，机枪鼠也被咬了几下，这时候赶快想办法拉走，然后另外一队机枪鼠过来救援。好，这一队基本上就没了，直接死掉。啊，这边又过来要抓这个老鼠哦，抓我们的机枪鼠。不过没关系。好，这边一个法术放过来，漂亮，直接烧了一些部队，这算烧蛮痛的。但是领主还是太绕境了哦，用一个领主换掉一队机枪鼠不是很划算哦。好，这个冲得漂亮，这个这样子冲撞漂亮，这个4元闪电炮基本上就直接没了。然后他领主飞上去，就持续不断受到攻击。好，陨落。那这只凤凰呢，是在部队中间被围剿，他被那个3等队围剿。被3等队围剿其实很危险哦，因为是有反大的，他这个围着可能会直接消失。虽然说双星凤凰带有减少对方能力的光环，但是我毕竟是2队围他1队。好，他这样子直接跑走了。那最难处理在就是龙骑王子，但是龙骑王子依旧不敌被夹击啊。前面也是用了风暴骇鼠2队去跟他对抗。好，那这边其实目前看下来很危险了。凤凰又再度回归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很不妙，还在飞，飞到一半就已经被机枪鼠打着应该要死了。好，下来就直接没了。这个血量应该是回不来了，他这个血量感觉应该是回不来哦，对吧？哇，还是继续射击，给他最后一击。那最麻烦的3支巨型单位结束过后，再就是要怎么处理对方的弓箭手了。因为弓箭手其实也是很麻烦的。好，这边风暴骇鼠一路直接过来，那对方就是不断的退。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旁边的可以去做一个类似掩护。玩这种远程单位就是要这样子，对方追你1队的时候，你1队一直跑，尽可能的跑，然后旁边就是要帮忙去射击，这样子可以去不断的消耗对方。这个是在我方远程单位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玩。然后在这时候我们就用灰先知去黏上对方哦。那我们就不断的追，不管追不追得上，反正就是一直追着对方就对了。然后追着对方士气就没了。当初我原本想说，3只凤凰如果同时跳在
这前面的兵阵里面，我方应该会很痛苦才对。然后再加上领主又可以再施放一些法术，我原本预计我方前排应该会被打得乱七八糟的，但是没有想到，竟然一下子就直接先跳后排。然后跳后排，他也不是说2只凤凰同时抓2个机枪鼠。如果假设他今天是直接跳机枪鼠直接抓的话，也许机枪鼠就没有办法过那么舒服，因为炮兵要转身很慢，所以你第一时间如果是直接抓机枪鼠，搞不好有机会。尤其你再搭配龙骑王子的话，搞不好有一点可能性。不过被拦截，然后就被射烂。那基本上3只凤凰陨落加上龙骑王子也被打完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所以打蜀人用精英战略，坦白讲，我觉得打起来其实还是很吃力。因为蜀人你第一波交战过后，蜀人其实是蛮有机会回线的，他的回线能力很强。那你要有多余的一些比较便宜的骑兵之类去把他们驱赶走，打蜀人其实是很累的事情。但是蜀人的操作者也很累，因为你要随时去注意你的回线单位回来了没，然后他们是从哪个位置回来。因为败跑的时候他们是会乱跑的，他们不是固定朝我方这边跑，有时候会朝对方的战场那边跑过去，所以这点就很麻烦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所有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赞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